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的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24集。聊了那么多有关于人物的故事啊，终于有一些大场面了。我要看打斗，这一集有非常多的打斗，然后不外乎就是聚焦在关羽他如何斩颜良的这个重要的事件啊。那我不知道金老师看到这个电视剧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大场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我会想说啊，终于也来到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的确，关羽他作为我们所谓的武圣。你要是武圣嘛，你一定要有重大的战绩，或者说你要本人很猛嘛，对不对？那关羽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们未来会聊到，就是所谓的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打的曹操都曾经想过说，我是否要迁都避难，这是指军事成就的方面。那武圣人，你个人武艺到底 O 不 OK 呢？历史上的关羽还创下一个很难得的记录，就是他在大军之中，竟然曾经找到对方的主将，一口气解决掉对方，也就是所谓的斩颜良。所以我才会说，终于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一段的历史啦。不过我们要来先来说一下，现在大家印象当中的关羽斩颜良，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三国演义》的描述。三国演义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说，它首先要来衬托说，关羽的对手必须要够强嘛，对不对？你关羽要是砍个杂鱼，就一点都不显示你的强大啊，对不对？是啊。就好像我们看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我们看那个美国队长还有钢铁人，他们的对手是谁？如果他们的最终 BOSS 是萨诺斯，哇，那激情澎湃啊！所以小说要先衬托颜良有多强。当时颜良率领袁绍的精兵去攻打白马的时候，曹操就看到说，颜良很强，对不对？我不能动用关羽，为什么？因为关羽的说法是，如果我立下军功，我随时就要离开曹操去寻找我的大哥，不能让关羽离开我啊！所以呢，要怎么解决这个颜良呢？先派以前吕布麾下的猛将先去对付他好了。于是第一个派上去了，叫做宋宪。结果宋宪一回合就被颜良给挂掉了。宋宪不行，再派另外一个吕布的猛将魏续上去，3回合就被挂掉了。哇，吕布麾下猛将结果这个颜良基本上是秒杀对方。这个时候就可以衬托，很多人就说不行啊，颜良太强啦，我们都没办法。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解决呢？当然就是关羽关云长了嘛，对不对？那曹操也是被逼不得已，只好派关羽出去。当时关羽还非常嚣张，就是曹操先带关羽去看一下那个颜良，就说你看那个颜良实在是非常猛。结果关羽就说，在我眼中他只是插标卖首耳。插标卖首什么意思？就是以前古代那个刽子手要砍那个死刑犯嘛，对不对？还记不记得他们会做什么动作？就是在犯人的背后插一个木牌嘛，写他的名字嘛。没错，就是向大众说，犯人叫什么名字，然后等到要处决的时候，就把这个牌给拔出来，之后就一刀砍头。所以所谓的插标卖首，就是关羽在讲说，在我眼中看来，那个看起来很嚣张的颜良，跟个死人没什么差不多的，他注定要死在我的刀下。没错，结果后来怎么样？拍马出去，哇！当时关羽获得曹操所赐的吕布赤兔马，那个神武家装对，专武加成再加上他手上那个青龙偃月刀，结果颜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啪！一刀就把他秒杀。哇，听起来过瘾，高潮迭起呀。那史实中的颜良有没有这么猛呢？先说那个什么宋宪、魏续这两个人先上去那个送经验、送人头这件事情，历史并没有发生。那这个颜良到底有多猛呢？很抱歉，并没有实际的战绩可以来作为辅证，只知道所有人都讲他很猛。比方说当时袁绍派颜良独自领军去攻打曹操的领地白马城，当时沮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提出过很多正确战略意见的那个军师，就说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意思说颜良将军虽然很猛，不好意思，他个人比较急躁一点，所以他不适合独立领军。意思就是说他很猛，起码沮授我承认这件事情嘛。后来孔融有讲到说袁绍要跟曹操开战，孔融是认为说你曹操不要跟袁绍打，为什么呢？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袁绍底下有2位大将颜良、文丑勇冠3军他们很猛了
那曹操的军师荀彧则跳出来说：“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不用害怕。但是注意，就连曹操的军师都提出来说：“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显然，颜良、文丑的单兵作战能力应该很强大，不然不会这么说。好啦，那讲了这么多，到底真实历史的关羽斩颜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关羽的传记是这么描述：少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什么意思？就是当时颜良领军包围白马城的时候，曹操派遣张辽以及关羽去救援。古代那个将军啊，首先要有仪仗队嘛，对不对？关羽就看到说，哦，那边就是颜良的仪仗队，仪仗队在那边，颜良就在那边。于是就怎么样，拍马过去，然后呢，刺良于万众之中。所以可见关羽他应该是使用长枪之类的武器。青龙偃月刀战当年是不存在的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而且刺完之后怎么样？斩其首，也就是说那个刺可能不是致命伤，他可能刺完之后立刻跳下马来，歘，把人头割了，立刻又从乱军当中返回原本自己的阵营。你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哇，那其实蛮有画面的，就是你很快速的冲到敌阵当中，然后把大将给杀了之后，然后又快速的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军营当中啊。所以其实这段的描述虽然不像《三国演义》那么的有情节性，但是已经被很多人说，这已经是在正史当中极为难得看到，竟然有人利用单挑的方式。当然啊，不是那种就是大家拉开针是一对一那种，是真的有人利用单兵作战能力，把对方的总指挥一刀斩杀。哇，这真的很厉害。所以其实历史上的关羽还是很猛，没有错。很多人会说斩颜良诛文丑嘛，对不对？很抱歉啊，历史上的文丑其实是被曹操的其他部将击杀的。当然，《三国演义》这边就是又要帮关羽加戏了哈。《三国演义》是这种描述，就是文丑后来听到颜良战死，就说我要替他报仇。那曹军面对这个复仇心切的文丑，就派人出来迎战，派的还是谁？张辽外加徐晃。哇，这两个人是什么身份？在正史当中，这两个人的封号叫做五子良将，就是曹操反正不是曹氏宗亲会的军事将领当中有5个人战绩最为出色。那排名第一是谁？就是张辽。那徐晃也是这5位优秀武将当中的其中一位，所以他们后来被称之为五子良将。2位五子良将夹击文丑的结果，居然都打不赢，就显得说，哇，曹军最强大的武将也无法抵抗袁绍的猛将，此时该怎么办呢？派关羽。没有错，所以关羽又现身了。你看，这是用另外一个笔法，就是我一定要衬托出关羽的敌人有多强大。那我要如何衬托出关羽敌人强大？就是我要先送一些人上去，证明说文丑或是颜良他们是真的有作战实力的。不然你说这2个人很猛你说很猛就很猛啊，对不对？罗贯中是很懂得如何铺垫那个情节或是情绪的哈。好，可是还是说回来，历史当中的文丑其实是被曹军的武将击杀的。那关羽除了斩颜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个人的战绩呢？答案是没有啊。你直接很斩钉截铁的说没有对，其实关羽的传记不算短，但也没到太长。接下来大部分时间怎么样呢？都是他领兵作战的战绩，没有再出现所谓的什么单挑啊、击杀敌人啊这种画面，就再也没有出现。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叉叉 Y， 你觉得武将是带兵能力重要，还是个人作战能力重要？当然是带兵重要啊。没错嘛，你是军事将领嘛，你不是拳击选手那种，都是运动比赛。是运动比赛才讲说1对1单挑啊，对不对？你今天是带兵的将领，甚至你的智力或是你统帅部队的能力，比你个人的武艺重要太多了嘛。是。万一你个人很能打，可是你只会瞎指挥，就跟颜良一样，那你是去带部队集体送头对不对？所以历史上真正描述关羽，其
其实都很常用一个称号，叫做万人敌。比方说曹操底下的一些军师，像陈馀就形容说，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郭嘉则说，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刘烨则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都是在表明说他们是万人敌，他们是强大的将军。那什么是万人敌呢？不是指无双割草游戏就是说关羽这样呀，突然爆发出光芒，要直接把一大堆人给击飞出去。所谓万人敌，当然不是说你一个人去 PK 1万人，或者说你一个人要如何 PK 1万人呢？当然是靠脑袋。所谓万人敌的记录，在《史记》当中有这么一段经典记录，这个人就是楚霸王项羽。史书是这么说的，项籍，这个其实才是项羽真正的名字项羽他是姓项名籍，字子羽。当然他有时候就觉得说，你如果叫他说项子羽，他就觉得说，哎呀，名字太累赘了哈，如果你真的要叫我的字的话，叫我项羽就好。所以我们现在才俗称他叫做项羽。是。好，重新说回来，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就是这个人小时候叫他读书不喜欢读，学剑不喜欢练，他的叔叔项梁就火大了，就说啊，你这个不学，你那个不学啊，你从小都不学好，你到底未来想要干什么？项籍怎么回答？他就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就是我为什么不学读书写字呢？我会写名字就够了嘛，对不对？像不像今天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要学数学？对啊，我上街买菜，我也不需要开根号，我也不需要什么三角函数嘛。对啊，根本不会有鸡兔同笼啊！哪个菜市场会有鸡兔同笼？你跟我说。剑一人敌，什么意思？就是我就算成为剑术大师一次了不起击败一个人而已嘛，对不对？是。那学了也没有什么效益啊。那真正项羽要学的是什么呢？学万人敌。那项梁听说有志气，那什么是万人敌呢？史书就描述项梁乃教项籍兵法。所以什么才叫做万人敌？你很会带兵打仗，你的兵法韬略非常非常的强大，有你一个人的加入，整个军队的素质战斗力都往上提升，这种人才叫做万人敌。所以比起像是吕布，你说吕布他猛不猛？很猛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嘛，辕门射戟猛不猛？是啊。还有就是曾经单挑把郭汜给刺下马猛不猛？很猛啊。可是吕布历史上的战绩怎么样？很难看啊。他带领少数精锐骑兵突击的时候，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每一次要大兵团作战的时候怎么样？都是惨败而归啊。要不然就不听他的成功啊。对，不听人家劝嘛，对不对？是啊。他没有办法好好带领一个团队嘛。关羽呢，我们先不提他，后来毕竟还是有战败，毕竟你在战场上面混总有一天要出来还的所以其实你战死或是战败是兵家常事也。关羽他曾经做过什么样？我们前面提到威震华夏，威震到很善于用兵的曹操最后都害怕，想说我干脆迁都好了我觉得我打不赢他。那这是能够靠个人武艺就可以成就的吗？没有，你得靠脑袋。所以我觉得比起一天到晚去找说关羽还有没有除了斩颜良之外的个人武勇战绩，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关羽他为什么会被人家给推崇，是因为他不只是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他还是一名懂得文韬武略的好将军。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关羽在历史上面斩颜良的史实的内容，以及史实上的关羽他除了个人武艺高超之外呢，他其实带兵打仗也是非常的有一套，重点就是他的脑袋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